你别说，就热的很好哈。我这不是热的，我原来闯过去啊，是什么？我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出来闯。我看这是，你看我这个日份哈，日到起来我也日。朋友我都没叫看，我那时候你看一下。好家伙，这让我看一下啊。是。哎呦，这个玉太漂亮了，有羊脂的那种感觉啊！哎，你看雕的这个佛手的这种动态的感觉啊，这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把件啊。从工艺上咱们去看的话，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最美不过乾隆宫。你看上面这个树叶，佛手啊，就代表福寿之意啊。你看它表现的这个动态，简直了啊！你没有说啊，上百年形成不了这样的温润感哈。一块古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完全就是心灵上的震撼，太漂亮了。古人做一块玉有多难啊？用纯手工一点一点的去磨出来啊。那么这就是和田玉的魅力啊。那么和田玉呢，象征着翩翩的君子，它有质感啊，不是那么通透啊，也不会脂粉气太浓。和田玉是有内涵的，有深度的啊。而这个青海料呢，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比较通透啊，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。而这个鹅料呢，又脂粉气太浓，但它成分都一样。我们去地矿去化验的话，都显示是透染色成分，它给人的质感完全不同。非常难得啊！和田白玉啊，乾隆宫的一个佛手的把件，难得。有时候好几年淘不这么一个好的手把件啊，这都是真是啊，万里挑一、千里挑一的成色。你看树叶上这种镂空啊，这种转折交代的这么清楚，太难得了。这你是从哪里弄的，是吧？我水干河，湿的嘞，这湿还是那年什么？这秃了的，我一看这还叫声，我没二声，就装起来。那说你这个小麦多少钱？那这市里有公主，那说嘛得2、3万。是的，我黄的我们就看，他们说是2、3万，他刚这么说，我就叫他看看，黄的没叫看，他比较懂的，看风水的。那说这个价格拿不了，可能看的有点高了。他们说哈，说这种属了，确实挺漂亮，雕工也一流。你这多少钱？说这个咱实话实说哈，这个我能给你3万块钱。那不行，你快什么吧？我这听他们说就是这么想，甚至于还多，是吧？你就出来下。你要实打实的卖啊，说我这个就是我给的价格，我给的价格就是很合理，这种确实是这个一眼开门。那不行，那你看看去吧。你这我不告诉的。你说20-30万，你公主说的都2-3万，这30万，他很仗义，他看风水的，他懂啊，他那家伙都甚至于还多可能。说啊，这是个好东西啊。我也喜欢标准的和田玉，也是清代的乾隆宫，但是这个价格真给不了。你这样哈，他不一定明白行情，然后你再打听一下，你觉着呢，就是说到时候合适呢，哎，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，行不行？因为我没法弄，你说那个价格，那根本接受不了，他没这个价呀。说现在，那行，那我再逛一逛。也行。啊？说你今天小卖嘛，你小卖的话，那我一定就说给你个合理的价格。你说那个，你说照着说什么20万、30万，那这个肯定给不了啊。那差距太大了。你刚听他的不行啊，他值不了这个钱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叫看的都有什么了，甚至于还多。你看我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出一口，你觉得到时候合适呢，你就给我，因为有的时候没法说。你说我给你一口到位，你还想卖的更多，当然我可以理解，卖的肯定想把东西卖的贵一点，是不是？买肯定想压价，就这么个事儿。3万5行，我就拿着。别人管我吧，这30万了，你就给我看看啊
收个300-200斤能行啊？你是吧？你合适了你说不是嘛你就。那行吧，是吧？他就太大了，是吧？那行，那到时候反正你有我电话，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那我先走啊。有些时候啊，就是这样，认知不同，所以说他那个玉确实特别漂亮，特别好，我一眼也相中。但这个价格差距太大了，就是说我买不，我主要我也买不起啊。有些时候没办法，你没法去强求啊。那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人有的，你说价格很低的要的不懂的，咱可以给人加一点。但是你说这要太高的，你只能往下压啊。那咱没有别的办法。对呀、我那个我朋友他去，他来2个小时给我拿个给我2万，拿个给我五千，那我本不买了，我留着吧。你那才说3万5是吧？我是说3万5。啊，我看你个实在的，那一个比一个瘦了，我还不让那个买进去。你非得让我再跑一趟，那不行啊，那你哪天给我就行了，你非得说让我再跑一趟，你那俺的公主说3万，然后他算出我就怎么了？行，甭说了啊。那个钱我都给你带好了，我再看那东西，你再给我拿那东西去。你拿出来我看，我再瞅一眼，没问题啊，我就要了。其实大叔在这边挺好啊，田园生活啊。那你得叫我加点的呀。咱不都我是不嘎似的那的。不是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，大叔？说好了，我是。你人家都吃不上这个价。不得嘎死的我是啊。你看你看这东西多么好，放光透明。你再去加价。我不嘎死的啊。有点不嘎似的啊！我当时说的3万，后来我又给你加到3万5的，你忘了吗？我知道你也想就是说多要点，但是你这我是不得放心，不得嘎死，就加上4万行吧？说我加上4万，我基本上我是说行情的最顶端给您收，然后可能我卖也就卖4万块钱，卖顶多就卖4万。那你得少加点噻。你这样说，我一会儿给你，因为我那个现金都在车里，就等于是我单独给你的，这个就当货钱行吗？这个就当你买盒烟抽，你看行吧？这样行吧？我不嘎死的。你这样说，你如果说你要很不舍得或者怎么着，你就再留留。我说再跑一趟，我就不想跑了。你想想，什么东西说？也就这种老玉能值这个钱，你说一般东西它值不了那么些钱。俺不懂的，那你说的说我真的是俺是还不得真不舍得。你这样要不说，你要是说实在觉得不行呢，那钱呀你也别给我啊，这个你还是留着买烟。你当想卖的时候，你再叫我再给你钱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我同意着再打电话给你似的。也行。那你这个钱你就拿着就行。行。你实在不行，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，行吧？好。那您就拿着吧。不嘎死这事哈。啊，没事，你拿着吧。有时候啊，收个东西啊是真不容易啊，3顾茅庐。有些时候这都很正常，可能是人家这个老人呀有什么困难啊，确实不舍得卖，咱们也理解。但是我相信他要想卖的时候，肯定说第一时间想到咱，将心比心吧。如果不卖呢，就当咱帮他了；卖了呢，就当咱喜欢，得到这个东西了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。这都是相互的，收藏啊就是这样啊，收藏的一份人情，收藏的一份世故啊，收藏的是历史，收藏的是文化。我是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关注我，给我点赞。江湖悠悠，我就没出去逛逛，没出去下雨，看看你喜欢的，我看看。行，看东西也没见多啊。不好受来看。大屏不弄，修的哈。对，老手。我为什么有时候老弹，他们不理解？你听，一弹发霉。有的修的很好，看不出来。那这种
老时候修的不好，发黄、发闷啊。它要是说没修过的话，它那声音不一样。你听这声音，对，这听听。嗯，这耳朵这也修了，是。你这个声音也还行啊。我经常说，网友问我整天敲敲，我正好这会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你再听听那个，听出来了吧？修的是这种翻闷啊，哪怕有通线的，它那个音儿也不一样啊。所以说有些时候呢，哎，咱们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你听着，那个声音截然不一样。有喜欢的可以开一张，喜欢这木雕吧？哎呀，我看一看，看。洋芋罐多少钱？这得1万块钱啊！这还是我以前收藏的，现在都很贵了，康熙的。最低多少钱？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经常来9000块钱不用再说了。 9000啊？不用再说了。本来就是想卖1万，现在康熙的东西多贵的，残器都很贵，这是完整的。康熙的送餐吗？别人的都要15000，给你保的实价。一个炉子别的地方都4、5万，上拍一个立件，都10多万的，还有20、30万的。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说一敲很清脆的，一定就是全品，那我们还需要再检查。看一下，清早期啊，咱说这个康熙啊，前后这个金皮亮釉，平花非常的深沉啊。老板说的没错啊，这种都是傻开门啊，有一说一。包括这个胎质啊，修的跟人那种一种力度特别硬，手头特别重。早期的器型啊都特别敦实，凤凰非常的有力啊，你都感觉跟那种战斗机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感觉一下。中间一个大牡丹纹啊，那么凤凰的寓意就是说，哎，吉祥。那么牡丹代表富贵，那就富贵吉祥的意思。那么这种都是陈设器，在那个年代非常好，难得这个还有盖儿，大部分其实都没盖儿，没盖儿的也不便宜，有盖儿的那就更好。这个在很多节目里我们都看了，叫马未都马老人说，10块9缺块，没盖儿我也没辙，博物馆也没辙啊。有很多时候讲究的人呢，就配一个红木盖儿，那倒不影响。那有盖儿的话，那就尤为难得。就跟说那个汝窑似的，说有蟹爪纹者为真啊，无蟹爪纹者啊，那意思更好啊。那到底是有没有啊？那就取决于啊当时制作的工艺啊，能不能流传下来。我拿这边来。再让一口老师。对，我说的价钱是给你价钱，比较实在的，现在都卖不了别的地方。这不个人收藏，俺收藏多少年了再收，你别往外拿，以前收的也不便宜，8000块钱，8000也不行，没给你要光。你知道的，现在这个老货生意很难干，没有什么利润。你就说个价，最低的。最低就9000，最低9000。哎，最低9000，你什么？你把这个秤杆子打给我。他不行，我收的都3位多。这个？哎，收你个本钱嘛，不给你加钱了。就2样一共9300。哎，9300，这是给你的，给你的。哎，老板，你这赚大钱了。赚不着钱。估计你那时候收的应该不贵，是吧？不便宜，真不便宜。是不便宜吧？比现在也便宜。以前康熙都不便宜，真是你看现在一个康熙立件花锅几十万、40、50万买不着。是，这倒是真事儿。釉水好，大30。哎，主要器型好，你一眼相中这个器型，哎，真不大常见这么大。当然，那种高点的也有吧？对。哎，这种矮装的还少。行啊，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拿了。这真是给你加钱。是，我知道。你是行家，我肯定恢复了你，你们外人。这9300是吧？9300。还有好的吗？能往这拿？当时没有的，我再收着肯定给你留着。跑一线现在真不容易，有时候太远，老多地方，跑到江苏还到处转，收不着件东西，要老百姓也不好收了现在。行。那我这给你转账。哎，你是姓刘来是吧？对，姓刘。我这转给我有微信。这是啊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兄弟开张，兄弟。好，咱喝杯水。行，哎。谢谢兄弟我开张啊。哎呦，虽然赚不着钱，现在老货他就这个样，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很多人说都选择做新货？
你就往死里砍，他也能卖给你。那很多外行他就觉得说这个买的便宜，你真正的老货都是有本儿的呀。哎，你无论说从哪里收，它也有个行情。你这新货，你成本1800，你说你就要2万，人家给你砍2000，你也能卖。他就这么道理。哎，就这么道理。你反正做老货的很多都转行都卖新货去了，不够生气的。老货可能越来越少。哎，你诚心诚意的说加上点是吧？卖点老货，那客户不买单啊，那你觉得贵往死里砍，那你说咱不能赔着卖，慢慢放碰缘分呗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老货它永远升值啊。是，慢慢的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。其实有些时候，哎，玩收藏啊，就是同行之间一种乐趣了。对，就买个东西放家里，他高兴啊。对对对，漂亮。就是给明白人不用多说话。是啊。什么不多说了，我们再转转。好嘞，好嘞，得过来玩啊！我们再转转。我有活动现在给你联系。行，慢点啊。这样就装着了是吧？在上。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收到了一件传说中的康熙青花凤穿牡丹纹爱装的将军镯。康熙啊，金皮亮釉，一提到康熙啊，那么这个收藏爱好者那眉毛都皱起来，漂亮，眼睛都瞪起来。这个将军镯固然好，但是今天又捡漏了，捡漏捡在哪里？可能有内行的，我估计前面就看出来了。其实真正是对了，这个漏捡大，国宝级的木材。这么大的体量，少之又少。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我说了啊，木材有时候很难鉴别。那么单纯的我们看这上边都有这红木的味道，但是呢，我瞟了一眼啊，就说这个东西完全靠近。那么咱从这里就差不多能看出来，这就典型的黄花梨在没有抛光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铜箍的，铜箍正好掉了，完全的是黄花梨的那种纹理，而且上边呢有隐约的，离近的看。隐约的麦穗纹啊，那么从这个表面的话哈，只剩下浓厚的包浆了啊，包括这长点的啊，它这种麦穗纹，这种包浆是完整传世的，非常难得的包浆。你想想啊，这么粗的啊，一个黄花梨的棒寸，那在古代的它的级别是非常的高的啊，不是说随便的人就能用这个黄花梨去做一杆这么大的一个棒寸，所以说这种非常的稀有，可以说是收藏啊几十年都不一定遇到一个黄花梨木的，对，保存这么多年依然非常的温润，所以我当时我都有点抑制不住了，一眼我就看中这个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收藏需要靠经验，需要持之以恒。所以说呢，哎，你是说你有足够的知识量去支撑啊你对收藏的理解，那么我们才能捡到漏。有很多人是小学生考捡的，其实那时候交的学费呀也不少，很多人问小哥打过眼，怎么会没打过眼？我打眼的时候那时候还买不起录像机呢，所以说没办法。很多朋友说你录个打眼的视频，现在上哪去录去？不能说白的去买个假货，那就不合适了。所以这个是尤为难得。后面那个大哥也被吸引。看这撑杆子漂亮吗？这是那个以上的咱们这个墨都很好，是吧？这是真品吗？真品啊，真品。康熙的，康熙凤穿牡丹纹的青花将军镯，耳装的，釉水非常莹润。你是从你家收的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不下去转一转，咱能收到东西。我是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最后的故事。我抓紧吃了。老家的还来，人家酒把那个酒喝完再吃。好，这不懂来了。好，什么的嘛？黄花梨的，啊，我锁着嘞，啊，我锁起来的。好，到了，我5万块钱那样，我就拿走了。我们要拿韩国的我不干。咱们这孩子家不像俺小，我都真够使的呗。多少人呢？这多少人的问题啊？
是。这会儿想买的？那时候他值钱的，那时候我买的，我为了买了盖这个房子，俺对象说买了，我说不买，他人家买了。现在就是这钱。这钱可，你这我要4万，他要拿走的，没人去那么多，我给他要5万。那时候买就买了，你今年不行啊。这行情是还钱还是随着。你今年你看哪里赚钱？今年都没钱。说白了，你有钱你也不买。那就是我真有钱我不买。你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？你发现了吗，大师？你说，不是现在啊，当经济不好或者是整体行情不好的时候，没钱的都在那买，有钱的人，人手里有闲钱的人都买。现在真的是这个时候。那是，你就是咱我不用钱花，我再是不用钱我不买，真可不。你听我说啊，是你要不你就再等等啊，永不可能明年后年马上行情就好了。因这个行情它不管什么，它不可能一直涨或者一直下，也不可能依靠这些，它一定是，它就不管什么的发展规律，一定是起起伏伏的往上走。啊，是一步步的爬。是啊，对，你说这个东西，如果在70年代、80年代，可能是10块、20块就帮人买走了。哎，那时候咱不懂的我就不是，那时候钱也是啊。钱毛。那80年代有的人一个月工资2、3块、3、5块、2、3块那算高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按照那个来。你说嘛？那你说这，咱还有不有？最少不能去3万的，3万块钱，要不就是我也不我不是这样开的，我真不愿意。3年前是，可能将近3年了，你忘了我来的时候，我给你3万，你没买，那个时候那个行情绝对高的。那时候那时候你不缺钱。对。你缺钱的时候没办法都。我现在我给屋上我的也来好几趟子了，有的来好几趟。人家这两年我买的便宜了，要是连消化不了。我看你缺钱了，我使劲打价。你3年前我给你3万，你怎么也不买？你那时候追的只是4、5万。那后来那老板又出4、5万，你看不买？不那么说。他不是说就是。我那个买东西，一个买一个卖，一个你愿意买也。今年收的都没钱，我收的也没钱。收一空，现在你别看那干活的公司都不好开。是啊。特别你没办法呀，你要不你这样，我出2万多。多几两块钱？就3万来块钱，这再要是再少的就是。是不是那个行情了？不是那个行市了。我给你2万2，我拿走。再有一个事呢，你先坚持别买，永不1、2年、2、3年啊，立马经济好了，这东西还是不是它还涨，它不值3万，它就4万、5万都正常。对。但是咱只能眼前水眼前说。对。他现在现在物质说是不是？你现在行情不行了，今年真没钱，我咋来钱？永远都是有钱的收割没钱的。你打个比方，你有闲钱的吧？咱缺钱咱得买呀。人家有钱人家买去，人家行情一好的时候，这东西可能一直什么翻啥的是吧？咱没钱不是，咱没钱没办法。我有的时候，我没钱我也买。到这一个纸，上来要我的，我就烧了。我烧了我烧3万我不干，我是要是你。他今年也没钱了，为啥？你烧3万我不干，你他再也没你我现在就是到这个地步了。你看我唯一的办法，也有眼人有在呢，他根本不愿买，你有眼人还教这个事。你看我今年70来的，我也考虑着，这要不然孩子分都考大学了，你都不管你。我是往借钱往母亲借去。你借谁借？现在哪有没借钱呢？你贷款现在他可能贷给你，他贷不起啊。我这不说嘛，我说当钱说嘛。那你这一放，说20年以后，那可能就是说10万、20万都是他。这个3万咱不能开头了，你说上说，我怎么那种原来给人涨到5万，我都没买。这手有钱花的，你都买了，你砸来了2万了，砸2万。我知道啊，大师。就是这个数目都不能摸着贷款，你贷款人家说，要不然就来消化，要不你成倒霉，那成倒霉了。你这样说，是2万3。2万3都行，就2万3。你要是咱我说了3万就到了这儿了。我这意思，要不2万3你给我，要不呢，我都又给你加1千了，要不呢你就
实在不行，你稍微一等嘛，我说绝对准，我不忽悠你，不是这么做。可能有个1、2年，你还能卖4、5万，但是现在行情是我知道，咱现在既然就樱桃，年是就买这个既然买那樱桃5块一，真买好的，年是15、16，你想多少啊？你这有的话，我给你再给你落2000，就2000八，就是成交2000八，2万8，2万8，我不装，不是2000八，不2000八，我2万8，我也给你落的就是这个数量，你2万5啊，2万5， 2万5不卖2万5可以了。哎，给你4万你不卖，给你5万你不卖。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都不来了？是他们不是不稀了，是他们手里没钱了呀。哎，我是不是也不钱哎呦大，你大老板手里有钱啥呀？你不知道玩手操的，都是吧？就我说这个，2万8，咱我说看也不是个面子，我就说这话的。我拿不了，因为我也没那么些钱，不说了，今年行情。我说这个价就行了。哼，那个在什么？我真没人说，你说前2年你要了不就要了吗？那你现在确实没法了，我顶多就2万5了，我都给你涨到5000了，没法弄了，绝对就说的嗨了，好，我这么我再你实实在在，骂我不行，实实在在不行，还不再实在我就够实在了。你看我再实在是我这，假如你说我是不是3万，我就少一分我不卖。我这么一说，你再给我上2万6行哪里了？不行，你再给我上咋回月咋？ 2万6行哪里不行走了。真拿不着了，去啊！2万6，2万6。啊你要给干就2万8，你2万6，你越咋越要不能不着。2万6不行。让你说推我说这不是我这个价瞅着我是说你再要再说么？弄不了，俺真弄不了，今年行情不行。你回来咱再商量。不，就2万6了，要不就不要了。2万，回来再，不你不爬起包了？不是，你哎呀，你这个价，你这价行我也不行，俺就不要了。咱别个么的，再给你落一个数的，多少？再给你落一个数的，就落一个数的，不行，太高了，俺拿不了。你拿不了。他不是他喝了，你回来，你不要还要高呢？哎呦，我就是给这多数2万7，你咋？你哎呦，今年俺也收不起，我也想要，收不起太高，不太高。2万6行，2万6我直接点钱，要不我真走了。要不我给你啥？你要不呢？你要能什么神不神话？你过两年还能卖多少？2万6千就2万6千5。我你到大街里多花个，不是我怎么着？我啥都不啥都不去。我说哎呀，娘们儿，你不带我来这个，我说再我去办个事，再去办个事，咱就是2万，你都2万6千5，好行吗？这2万你先点，再说。我就买这个。就是我。你看有多牛吗？我跟朋友们普及了很多，这种全是相传于它的起型商周时期。从大宇宙9鼎开始，说是鼎力千秋，一研究鼎，谁拥有了当时呢大宇宙的9个鼎，就代表9州，就受命于天，就代表是天命之选。鼎对于我们，然后鼎力千秋开业的话，都送这个很多钱，那都现在仿古了。那么鼎对于我们来说，道意味着什么？天子呢是9鼎8匹，诸侯呢是7鼎6匹，那么世卿呢是5鼎4匹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多重要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是大开门明代的，看一下，给人的感觉，饕餮纹，出脊4腿2个冲天耳，看吧，都是饕餮纹啊。那上边呢，看吧，
这是云雷纹、饕餮纹啊，上边是龙凤纹，那么边上呢是初级的，这是真正的鼎。那么到后期呢，演变成什么呢？是炉，可以在里边焚香啊，寓意贯通天地，发给人的那种感受呢，神我寓意呢，家业鼎力千秋，香火延绵不断，给人一种神圣、稳重、内敛、妙不可言。这才是面说实话。高兴的不得了，你看看，你看那时候那种品牌，内藏那种干烧的，那时候那种品牌。现在的往往的都是肉，那个时候哈、铸造出来以后呢，就在上边进行赞刻，你看有多细，饕餮，美不胜收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说，你看它的包浆啊，那种如遮云蔽日，凤舞9000万，庄重肃穆沉稳。深白地下黑绿叶，这都是我们文化的这种丝绸的定制的很少，因为它当时铸造赔一半就挂的，赔啥的？我那时候我这给我这卖，这样子也啥也都没啥子，就是在那这就是我个人有个命。我说以后再见啊。行，再有再跟我这个。